今天这条视频录给工作上停滞不前、学业上遭遇挫折或者生活上遇到不如意事情的朋友。首先，我不会安慰你，我只会想办法激发起你的斗志。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肖战的知识体系和他的技能体系有什么样的特色啊？我总结了一个词叫边缘学科。所谓的边缘学科是指综合了不同学科的知识技能体系之后形成的完整框架结构。就拿肖战做新专辑我们来说，他要具备哪些知识或者技能的滑点呢？首先视觉传达是吧，这是他大学时候的专业，再有声乐，这是他做男团阶段积累和放大的技能，并且是他这么多年功夫一点都没丢更加的炉火纯青。第三个就是视觉情绪表达表演这一块，这是他做演员以来不断的锤炼的技能。为什么肖战能够说出创造非你不可的价值这样的话呢？就是这句话他提炼总结的非常精准，而且具有普适性。我觉得跟他从小接受艺术熏陶有关。艺术它有个特色，那就是在基础理论知识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去打造稀缺，比如说构图美学、色彩美学，这些基础知识它都是恒定的，是只是不断的去丰富，但是它基础的框架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达芬奇画的就是蒙娜丽莎，莫奈画的就是睡莲，梵高画的就是星空和向日葵，对吧？你看每个人创造出来的都是非常极具特色且个性鲜明的。同时艺术它是不断变容的，就比如说现在做一个雕塑可能需要用到老祖宗的祖传手艺，也要用到现在的 3D 打印技术，还要符合当代民众的审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肖战能够说出破界、跨界、闯世界的来源我是这么分析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我想强调的是，从小学习艺术这个事情构成了肖战身上与众不同的特质。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所以每一个人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你们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吗？我大学是外语系，研究生阶段学的是 IT， 毕业以后做的是数据分析师，做了几年之后辞职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影视课程。你会发现我的知识结构非常的散乱，但是当我在30多岁开始经营这个账号的时候，用到了我在大学阶段积累的口头表达能力。外语系的口头表达训练它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口译课和同声传译课，要求你瞬间要组织语言，并且就是要信达雅。那我同时还用到了我在数据分析师阶段掌握的对互联网流量的理解，也用到非常多在上戏进修的那个时候学到的美学以及视觉传达相关的知识。正是因为这些片段式的学习经历构成了现在这个完整的我。所以在我看来，人在每一个人生阶段你获得的东西不能用金钱、分数或者是外界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就拿我做数据分析师那一段时间，我的业绩不是很好来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我在数学上的天赋有限，那我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不能走这条路，我要换一条路。事件和经历本身它决定不了什么，能决定你人生的是你对待这个事件和经历的态度。我的态度就是我要转行，我要学习新的技能，哪怕是另一个技能我不一定用到，但是我就是不做数学了。就肖战说的，你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今天就有一个小妹妹给我私信说她考试没考好，心情非常的低落。我想说的是，你考试这个分数本身决定不了什么，你要通过这个分数去思考你接下来要学什么，你的人生要朝哪个方向去走，明白吗？知道自己不适合的本来是一种得到。我现在要是还是做数据分析师的话，我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我经历过那种脱胎换骨的专业的一个重新的改造，我现在不是活得很好吗？是吧？主业副业都风生水起。人生是场马拉松，要不断的向前看。我觉得你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的灯塔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该往哪个方向去走。那我只能用肖战说过的这句话来回复你，那就是认真的时候工作，糊涂的时候读书，独处的时候思考，难过的时候睡觉。你能干嘛先干点嘛。就像我那个遭遇那个事业危机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报一个课程去学它，学完1年之后突然发现多了很多工作的机会，然后这些工作的机会比我做程序员要赚得多得多。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你不要在乎脚底的沙子或者目前的一个环境，亦或是别人的评价嘛，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只是你人生当中的 NPC， 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只要往前走，就慢慢会规划好自己人生的路线。我一直相信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挫折是得到，失恋还是得到。你人生当中如果就是遇到点挫折就要哭哭唧唧睡不着觉啊，那我是觉得真的往后咱路还长的，那就别活了。你就拿我来说，认真经营一个账号是吧？前一阵子抖音号被封了，这是不是挫折？遇到挫折该怎么办？睡一觉，第二天起来，我想我新账号怎么去做啊？我怎么去注册自己的个体工商户，然后再把账号给慢慢的经营起来。那人生就是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当成得到就可以了。那账号被封这个事儿，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一些信息，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我，为什么希望我重新把账号做起来。因为以下这几点，比如说有的人是觉得我带着大家去做电影票、取票、验票，包括新专辑到货以后怎么去印海报这些事情啊，是吧？他是散粉有的人是喜欢我这种侃侃而谈的表达啊，有的人是喜欢我嬉笑怒骂的去怼黑子，还有的人是喜欢我的那些一人分饰 N 角的表演，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那如果我这个账号不经历被封的话，我可能是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去思考我哪些东西做的让人印象深刻。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得到？所以事业停滞不前的人也好，学业上遭遇挫折的人也好，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不如意事情的人也好，思考一下你的这段关系啊，这段工作啊，这个求学的历程，或者是这段生活的经历，它给你带来了什么？考试没考好很正常，因为考试这条路它就是把所有的人才集中在一个筛选机制里面，最后挑选出适合走这条路的人。如果你考试没考好，你要就是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条筛选机制它配不上你自己的天赋或者是华彩的脸。所以今天先不要去思考你考试的这个事情，你第二天早上你先去市里的图书馆，每个学科的书籍你都翻一翻，不用全翻，你就翻一下它的前言、目录或者是随便的几页。你只要翻的书够多，你是不是慢慢能够总结出自己对哪个领域感兴趣？兴趣它有可能就是你的天赋所在的领域啊。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或者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个事情，它都决定不了你人生的全部。所有在事业上做出成绩的人啊，他基本上都是边缘性学科的人物。所以为什么肖战说让你山不让尘，川不辞营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次社交的经历，可能是一段自己的独处时间的思考，它都会给你带来正向的改变。所以越快从抑郁或者不开心的情绪走出来，你越快的去总结一段经历带给你的正向激励是什么，你越快的去接受新鲜的事物，去提升自己的认知，你人生就是会走得越来越好。现在小妹妹吧，小妹妹你现在的年纪还小，你只要在这种经历当中你得到一次奖赏，你会不断去复制你这个就是走出抑郁或者是拓宽自己人生赛道的经历，然后你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好。好吧，今天就先聊这些。